大唐帝国与吐蕃谁更厉害呢？该说不说，这两位啊，真可谓是相爱相杀一辈子。因为从唐高宗武德6年到唐亡，唐朝在河西、陇右、关中，和西域，等地区吧，双方打了200多年，那谁也弄不死谁，战争质量啊也相对较高，双方那是运筹谋划，机变百出，广泛使用了什么长驱直入、直捣复侵、诱敌深入、机动防御、防守反击、避袭锐气、击袭夺归、移兵阻敌、伏击迂回、远程奔袭、夜袭反间等战略战术。你说要说谁厉害呢？那还是那句老话，咱们呢公正客观一点。安史之乱形势那么严峻，他吐蕃他也没干死大唐啊。再说你说这个太宗、高宗、玄宗时期，那国力那么强盛，他也没能说灭了这个吐蕃呀。总的来说，吐蕃与唐朝是时战时和，二者几乎是存亡相始终。唐太宗时期啊，双方发生一次规模有限的冲突，唐军在侯君集、牛进达的率领下击退了吐蕃军。唐高宗武则天时期，唐朝处于守势，保住了西域。唐玄宗时期，吐蕃处于守势。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吧，这个吐蕃借机控制了陇右18州和安西4镇，一度攻陷唐朝都城长安。唐朝联合回鹘、南诏、大邑合围吐蕃，加之吐蕃连年征战，内战爆发，国王被杀，国势大衰。此后啊，吐蕃成为无王国时代，直至元朝被忽必烈收复，才正式并入中央版图的一部分。咱们今天呢，就详细说下高宗时期的大飞船之战，领衔主演唐军主帅薛仁贵，最佳男配唐军副帅郭岱峰。一开始啊，一切发展都很顺利，5万唐军呢从单州出发，一帆风顺地推进到了大飞船。在这里啊，主帅薛仁贵下令停止前进，因为他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。这个会议上啊，薛仁贵公布了自己下一步的作战计划。薛仁贵的计划是这样的：将主力部队啊分为2部分，其中一部2万人留在大飞岭上。他们的任务是在此地修筑2座堡垒，安放粮草辎重，建立稳固牢靠的临时军事据点。剩下的人中啊，拣选精锐轻骑，由他本人率领，精简负重，背道兼行，前往乌海，在敌军发现之前发现敌人，并予以出其不意的打击。这一想法充分发挥了薛仁贵擅长奔袭的作战特点。而从后来战事的发展来看呢，其集中精锐主力主动出击歼敌的运动战思路啊，正好与论亲陵是不谋而合，如出一辙。但是啊，有人却对薛仁贵的这一计划嗤之以鼻。这个人呢，不是别人，恰恰是行军副大总管郭岱峰。有许多历史书啊都说郭岱峰不尿这个薛仁贵，是因为他自视为名将郭孝恪之后，耻于接受泥腿子出身的薛仁贵管制，所以后来啊，杨凤因为擅自行动，终至连累了薛仁贵与整个大军云的。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正确。郭岱峰啊，在内心深处啊，他的确瞧不起出身低的这个薛仁贵，不甘心屈居于其下。但是郭岱峰啊，的确有对薛仁贵的奔袭计划报以冷笑的充足理由。因为啊，在随征高句丽之前，郭岱峰啊曾经长期担任一个职务，这一职务的名字叫做单城镇守。在这个单城啊待了很多年。这个郭岱峰啊，深知薛仁贵的计划之中有一个致命的漏洞，这个漏洞啊，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：高原反应。唐军的出发地单州虽然海拔有2300多米左右，但由于位于河湟谷地，出现高原反应的可能性很小。而薛仁贵要去的乌海，则属于真正的青藏高原了。那里啊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，空气相对稀薄，较之于平原呢，长途奔袭会消耗部队更多体力，增加发生急性肺水肿等高原病症的风险。即便情况没有那么糟糕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头痛、眩晕、易疲劳的症状啊，那还是难免的。再加上此处地形复杂多变，难于找到食物，一旦没能及时发现敌人，克敌制胜，部队啊就会面临粮食断绝的危险。几万人
可能就会葬身于高原之上。郭岱峰啊，考虑到的这一点呢，是薛仁贵所没有想到的。但是啊，这郭岱峰却没有当面提出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只有在薛仁贵犯了错误的时候，自己及时出面予以挽救，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比这个泥腿子强多了。于是啊，郭岱峰选择了沉默，同时暗中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行进。薛仁贵啊，带着轻骑兵向着乌海的方向前进。临行之前，他一再叮嘱郭岱峰要构筑好营垒，等到自己的命令之后再行动。这郭岱峰呢，漫不经心的点头表示啊，自己听到了薛大帅的话，然后是略一抱拳，扬长而去。薛仁贵啊，不愧为大唐名将，在他的统领之下，这支轻骑兵是神出鬼没，突然出现在了驻屯于河口的吐蕃人面前。吐蕃军队是猝不及防，被薛猛人当场消灭的是干干净净，并缴获辎重粮草无数。河口得胜之后啊，唐军立刻继续推进，在乌海扎下了营寨。好，首战告捷，至此啊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所以啊，薛仁贵决定派人通知后面的郭岱峰，让他固守啊这个大飞岭，扼住战略要地，保护后方，坚守待命。计划呀非常好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胜可大胜，败以小败，非常完美。然而薛仁贵终究还是少算了一件事，那就是郭岱峰他不听指挥呀。